过来，搂着我。你受不了我，受得了。我受不了你呀！你长得这么丑，帮个忙，大家都是神仙，不要再骚扰我了，行不行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生气了？我会生气，那就哭出来吧。与此同时，牛尸全被孙悟空的猴子消灭殆尽。牛魔王见状，拿出至宝芭蕉扇，丧心病狂地开始乱扇，瞬间将场内所有人吹得东倒西歪。眼见唐三藏和紫霞同时落地，孙悟空毫不犹豫地去救师傅。这一幕让紫霞怀疑认错了人，于是为让自己死心，她横剑于颈，准备自杀试探。结果不仅被孙悟空强势拦下，还遭来一顿恶语相向。而随着牛魔王的彻底疯狂，整座城都被他扇得开始缓缓飞向太阳。孙悟空见状，赶紧飞身阻拦，不料却掉落了腰间银锁精灵。有了这个铁证后，紫霞确信自己根本没有认错，孙悟空就是至尊宝。于是，在孙悟空凭一己之力顶住整座城时，紫霞凌空而起来到跟前。混球！你又想怎么样，贱人？混蛋！你才混蛋！你不是人！你才不是人！你不要再发疯了！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明不明白？又明不明白？我已经不再是神仙了。我只明白一件事：爱一个人是那么痛苦。因为他动了凡心，法力正在逐渐消失。随后，紫霞拿出精灵质问孙悟空。可就在这时，牛魔王从后面提插刺来，紫霞赶紧下意识地上前抵挡，却忘了即便自己不去护住挚爱，拥有金刚不坏身的孙悟空也会无恙。这大抵就是紫霞奋不顾身的爱吧。为了至尊宝，她可以给予所有，甚至自己的命。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，我猜中了前途，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。紫霞最终也没有听到那3个字，她带着深深的遗憾香消玉殒。为心爱的人，她无怨无悔。悟空知道这一放手就是永远，这一刻他只能死死地抓住。可头上的金箍越收越紧，正所谓不戴金箍不能救你，戴上金箍却又不能爱你。最终脑袋传来的剧痛令孙悟空下意识松开了手，看着紫霞缓缓坠入万丈深渊，悟空体内愤怒直达到顶峰。我要你的命！直到将牛魔王揍得全身散架，死得不能再死，悟空这才逐渐慢慢恢复了理智。同时，整个城即将靠近太阳，再不跑他们就要被全部炸死。于是师徒4个利用月光宝盒逃离了现场，而青霞则回到佛祖座下，继续做日月神灯里的灯芯。这一次时空再次发生改变，众人的性格也全部重新洗牌。八戒和沙僧变得非常和睦，唐三藏更是做事雷厉风行，言简意赅，甚至水帘洞也变成了打卡圣地。导游正是爱情导师葡萄，白晶晶和春30娘也不是妖怪，而是附近有名的豆腐西施。多情的瞎子变成了衙役，他老大二当家则是高中的状元，衣锦还乡接豆腐西施2位娘子。娘子，走开3把，你看什么？哦，辛苦娘子磨豆腐，辛苦娘子磨豆腐啊！这一切在孙悟空眼中也算是大圆满结局。随后师徒来到一处城墙下，发现至尊宝转世的西洋武士正在和紫霞转世的无名女侠隔空对峙。听到围观者议论，悟空这才知道2人互相爱慕对方。西洋武士想离开，却被无名女侠阻拦。留下点回忆行不行？我不要回忆，要的话留下你的人。这样只是得到我的肉体，并不能得到我的灵魂。我已经有爱人了，我们不会有结果。你让我走吧。好，我让你走。不过临走前你要亲我一下。你叫我亲我就亲，那我的形象不是全毁了？你说谎，你不敢亲我，因为你还喜欢我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你拒绝我的话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这一幕像极了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初见，可自始至终，紫霞也没能听到至尊宝的那句我爱你。于是孙悟空飞身进入西洋武士体内，接着1步3摇来到女侠旁边。曾经紫霞献上初吻，他却极其厌恶的拒之千里，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所以当他看到西洋武士面对爱情也像当年的自己一样，畏首畏尾的瞻前顾后时，他决定帮对方勇敢踏出那一步，抱着无名女侠完成了那个吻，也算间接弥补了自己与紫霞的遗憾。我这辈子都不会走，爱你。等悟空离开西洋武士身体后，他看着怀里的无名女侠，虽然短时间愣了一下，但立马恢复了正常表情。可能他们真的就只差这一步。而这时，无名女侠注意到了孙悟空的落寞背影，那个人样子好怪啊！我也看到了，他好像条狗啊。这句话说出了多少男人的心声。年少的我们都曾幻想自己成为至尊宝，过着简单快乐的惬意生活。
可步入社会却是当头一棒，周围鱼龙混杂的环境，每天苟且营生的生活，早就扭曲了曾经向往的期待，也剥夺了自己喜怒哀乐的权利，最终变成了一只被命运戏弄摆布的狗。正所谓初看不知剧中意，再看已是局中人。至尊宝本以为能与白晶晶结伴一生，谁知被他一而再再而三推开的紫霞，却悄无声息抵达了自己灵魂最深处。而当紫霞爱上至尊宝的时候，至尊宝以为自己爱的是白晶晶，紫霞竭尽所能想要得到至尊宝倾心，却一次又一次的得到了欺骗与谎言。最后孙悟空发现自己最爱的是紫霞时，却已经是一眼万年了。人们永远猜不到明天的轨迹，有可能今天无情的抛弃，就是明天自己再也得不到的真爱。多年以后才知道孙悟空当初的那个转身有多难，从至尊宝放荡不羁的无拘无伴，到成为一个男人的无奈与悲哀。人生百年，谁不曾大闹天宫？谁不曾头戴紧箍？谁不曾孤单上路？神仙怎么能凡心？神仙也好，妖怪也好，见只有我跟我的意中人能拔得出。我的意中人在附近。至尊宝，还有老婆怎么办？你管他那么多，上天安排的最大了。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，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1万种复活的情况下出现，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踏7色云彩来娶我。这个山头所有东西都属于我的，包括你在内。我，你现在是我的人了。如果有人欺负你呢，就报我的名字。